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Good Inside》这本书的第26章。小孩是完美主义者怎么办？在这一章的开始呢，作者描述了一个情境，就是一个5岁的小孩在练习写字。他的妈妈发现呢，他总是写了擦，擦了写，嘴里还说不是这样写，不是这样写。妈妈对他说，没事的宝贝，字不用写到完美才行啊。小孩很沮丧，大喊，我不写了，我讨厌写字。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咋样就咋样呗，你管他干啥呢？我觉得。但是小孩现在很痛苦啊，他不想写了。是妈妈对他说不用写到完美他才发火的，他本来写的好好的。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吧，就是我记那个笔记，我写了一页东西，中间有个不小心写错了，但是是拿圆珠笔写的，我就整页撕掉重新写一遍。原来你是完美主义者。我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有一点那个，但也没有多痛苦吧。最后写完了很高兴，就是写到完美了很高兴。就完美主义有完美主义的快乐，就是那件事情变成完美以后非常快乐。OK， 你管它干啥呢？有道理哈。这个书里作者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听听看。我觉得图图还很小啊，我们还看不出来。你觉得牛牛有完美主义吗？这个我也看不出来。我觉得牛牛绝大部分不是。但是有一个例子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3岁半，他的老师过生日，然后班里要每一个小朋友画一幅画送给老师。牛牛就是不肯自己画，他一定要我画，因为他觉得自己画的不好。这算完美主义吗？那有一点有可能吧。那完美主义的小孩是怎么想的呢？一般都是什么思路？作者说呢，小孩自己想做的和他在现实里能做到的是有很大落差的。他们在面对这种落差时呢，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小孩无法调节这些情绪的话，就会崩溃。完美主义的小孩呢，通常他们情绪的变化会比较极端。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太厉害了；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太差劲了。他们对自己感到满意的那个区间非常非常的狭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们就会崩溃。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也是比较脆弱的，会更倾向于把行为表现作为自己的身份认知。比如呢，你读书的时候读错一个字，这个行为就在他们眼里代表我很笨，这个自我认知。你觉得有道理吗？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他这里放大的是完美主义的小孩里面的那些弊端，就比方说他做的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沮丧，但在我看来，如果你有完美主义的话，它的好处其实很大的。对，作者说了，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摆脱完美主义，而是帮他们看见并理解自己的完美主义。因为完美主义有很积极的一面，这样的小孩呢，通常会很有主见，可以很专注地投入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对对。同时呢，完美主义是孩子的一部分，我们不想让孩子觉得他这一部分是坏的，是不好的，让他们产生自我厌恶。只要把他的那个坏的方面给规避掉，其实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不是看见和理解自己的完美主义啊，和完美主义和谐共处吧。就是尽量开导他，在做的不好的时候不要太沮丧。对，其实就行了，其他都是很好的方面，我觉得。对，所以家长的任务就是帮他们把对自己满意的这个范围尽量的扩大，以及教会他们如何把他们在做的事情和他们是谁这2个概念区分开。其实就是培养韧性 resilience。 对，这2个任务其实也适用于所有小孩，所以我觉得即使小孩不是完美主义者，这一章的内容也会很受用。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具体的做法呢，第一个是以身作则，自己表演犯错。比如呢，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在小孩面前表现得很懊恼， Oh no， 这个菜我盐放多了。然后呢，很平静地对自己说，没关系，即使我没做好，我依然很棒，我来想想弥补的办法吧。再做一遍吧。救命啊！我依然棒棒，我再去做一遍。我把这菜倒了，重新再做一遍。不要吧。或者你跟孩子说，一个菜不完美也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有一顿香喷喷的大餐。就吃别的菜呗。这个就不要吃了。
就是你再做一遍嘛，但你不用有那个挫败的感受嘛。再怎么会弄一遍，没有呢？就再弄一遍呗。哦。倒也没什么好挫败的。第二个方法呢，是当小孩因为出了错拒绝继续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描述他的感受。这个描述感受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了。对，如果这本书要是考试的话，我们光是掌握描述感受这个知识点就能打80分。具体的例子呢，就是比如小孩说我不要去 playground， 因为我不会玩单杠 ，playground 一点都不好玩。这种你会有吗？因为你做不好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不要去做。我自己应该没有。好，那我们就可以描述孩子的感受啊，不能玩单杠，肯定觉得很不爽啊。这样就把孩子的注意力从不会做这件事转移到描述他们内心的感受上了，然后他们也知道你看见了他内心里面的挣扎，也能理解他的感受了。对，你这个知识点掌握了。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和完美主义完全反着来。完美主义的目标是把这个事做好，完全反着来呢，就是把犯错误设定为目标。回到最开始小孩不愿意写字的例子呢，妈妈可以对小孩说，写字很难哦，妈妈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吗？你还在幼儿园呢。老师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如何写字，而不是把每个字都写对。你现在就得把每个单词都写错，写对的话就说明你没做好。你怎么想？什么玩意儿？我也觉得，我看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它只是让你规避你事情没做好时候的挫败情绪，对，不是让你把它完美主义好的那方面也直接给砍掉，对吧？对，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法承认自己是完美主义，就是说我是想要把事情做好，对吧？比方说字不想写错，菜要没做好可以重做，对吧？但是我不会说我做坏了就会责备自己吧。其实你只要规避掉这一点，完美主义基本上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对吧？对，就是要处理好那个挫败的情绪就可以了，其他也没什么。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啦，我们下一期再见啦。